老二光是娶她，就花了5两银子，结果他啥也不干，还逼着家里借钱给他弟弟治病。本想着他能给我们老谢家添香火，结果他肚子里的孩子还是假的。巧兰，别说了。我为什么不能说？要不是因为他，咱们家能欠那么多外债，这么早开始断粮吗？这还有那么久才到春耕，他倒是两腿一蹬，滚去投胎轻松了。我们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巧兰，先别说这个，先吃饭吧。再不吃，咱们这热乎饭菜都要凉了。爹和重山刚下地回来，你们先吃。媳妇儿，我不饿，你吃。老大媳妇儿还怀着身子，紧着你先。让青山和子舒吃，他们是孩子，他们先吃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我记得我不是在砍丧尸吗？我居然穿越了，还穿越到一个同名同姓的恶毒农妇身上。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老二媳妇，你没死啊？管他穿越到哪里，总比在末世强。粮食，我来了！陆雪，你饿死鬼投胎啊！那是全家人的晚饭。Sorry 啊，爹和重山刚下地回来，青山和子舒还是孩子，娘更是好长段时间没碰过米粒。你倒好，一个人把这些全吃光了。你吃完了，我们怎么办？爹娘，你看他还是这副德行，只顾自己，不顾我们死活。老二媳妇儿，你就算饿也不能这样啊！你把这些都吃完了，其他人怎么办？算了算了，老二媳妇能醒过来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她要吃，就让她吃吧。爹，就吃了你们这点东西，至于？我本来以为他们就是小气，没想到居然真的贫困到了这种程度。我真不是人。什么都没有了，家里米缸也见底了，咱们还怎么活啊？大嫂。啊！你叫我啥？我一定是听错了。以前陆雪不是喊我名字就是喊我姓李的，从来没喊过我大嫂。陆雪，你别以为你叫我一声大嫂我就会原谅你，你又要整什么幺蛾子？大嫂，刚才对不住，我是真饿极了，我不知道这是大家最后的口粮。之前的事儿是我不好，越是不准以为怀上了，来了之后害怕不敢说，还不停地折腾你们。我现在在这里跟你们说声对不起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这样我们就会原谅你。你现在醒来了，就赶紧从我们家滚出去，我们不欢迎你。外债压身，你刚见底，既然我借了你的身体，这债我来还。大哥、大嫂、爸妈，家里变成现在这样，都是我一手造成的，我一定会对大家负责。我跟大家保证，我一定会让咱们一大家子都能吃饱饭，重新过上好日子。我发誓。二婶，你起来了，快来吃饭吧。一到饭点就知道过来，平常干活就没见你。赶紧吃。昨天晚上把全家人晚餐给吃完了，现在这点儿不够你塞牙缝是吧？春耕本来就累人，只吃野菜，一点油水没有，身体真的受得了吗？还油水？哪来的油水？远山参军，你大哥他腿脚又不方便，你总不能指望我和娘还有青山子叔他们进山打猎去吧？打猎，这是个好主意。二婶，
你要去哪儿？这不是谢家那个夜叉吗？他上山干啥？谁知道呢？离他远点，别到时候撒泼打滚讹我们。哥，那条道自打前几年老赵被野猪咬死，可没人再走了，他怎么敢进去？哼，自寻死路，跟咱有什么关系？今天活干了不少，明天再把西边那块地翻一遍，差不多了。哎，陆雪人呢？不会还在屋里睡觉吧？二嫂出去了，去哪儿了？拿了绳子和柴刀出去了。什么？绳子和柴刀？他那柴刀可是咱家唯一一把能用的，他不会拿去卖了吧？巧兰，你先别急。娘，我能不急吗？那杀千刀的，我是说，他要是把柴刀卖了，咱家连砍柴的家伙都没有了。弟妹可能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我去烧饭。爹，天都要黑了，二嫂还没回来。要不让崇山去找找？找？上哪儿找？谁知道他跑哪儿去了？算了，我自己去找找。李嫂，你见到远山媳妇儿了吗？我们一天都没见他人。没呢，我今天也纳闷儿，怎么没见到远山媳妇儿晒太阳呢？老张媳妇儿，你见到我们家远山媳妇儿了吗？她一天都没回来了。哎呦，远山媳妇儿还没回来呀？我家那口子回来说，看见她往后山那条小窄道走了。什么？就是那条啊，前几年老赵被野猪咬死的那条道。我家那口子说，那地方现在都没人敢去，听说还有熊瞎子呢。熊瞎子？这怎么还往那儿走呢？你们家这媳妇儿啊，性子不好也就算了，胆子还这么大，这不找死吗？我就知道她消停不了，昨天还装好人，才一天时间就又老样子了。这要真出个事儿，远山还在战场上，咱怎么交代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去把这消息告诉家里，再找不到就来不及了。什么？远山媳妇进山去了？哎呦，他怎么这么糊涂啊？怎么跑去那儿？昨天晚上他说他会对我们负责，带我们全家吃饱饭。难不成他就是因为这个跑去山里？我只是嘴上说说，又没有真怪他，他怎么就这么糊涂啊？现在说这些没用，崇山，拿上火把，跟我进山找人。好。爹，你的腿还没好利索，黑灯瞎火怎么进山啊？那也不能让老二媳妇儿一个人在山里喂熊，她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去山里打猎的。我就算拼了我这把老骨头，也要把她安安全全的带回来。老头子，崇山啊，你们小心。带上，早点回来。爹，哥，你们一定要平安回来啊！还带着潮气，是新鲜的。末世的随身空间没了，原主身体素质也一般，这么快进山果然有点冒险。你听，师弟妹，爹，那边。老二媳妇儿，弟妹，你身上都是血，是野猪！爹，你快带弟妹离开，这里有我挡着。原来被人保护的感觉是这样的。大哥，别怕，大哥在。大哥，你看仔细。弟妹，你别过去。他已经死了。怎么死了？弟妹，这是你杀的？
没呢，我想着进山挖点吃的，走到这儿时就听到野猪叫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掉陷阱里的。我等它死了后拿绳子套上拖出来的。这得200-300斤了吧？多少肉啊！弟妹，你运气也太好了。爹，大哥，天色不早，咱们抓紧把它弄回去吧，晚了怕山里有动静。重山，绑起来。天都黑透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我和爹还以为弟妹被野猪伤到了，没想到是她运气好，碰到野猪掉陷阱里了。这么大一头呢！这么大一头，几个人都打不过，得有多少斤啊？剔除骨头，肉得有个200多斤。远山媳妇儿，先喝口水。谢了娘。那这猪咋处置？要不这是老二媳妇打的，她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跟我们没关系。爹，你交给他处理，他又要给他娘家，我们都多久没沾荤腥了？那也是老二媳妇的事儿，跟我们无关。谁说我要给我娘家的？我们自己家还没过上好日子，哪轮得到他们？爹，你和大哥辛苦下把猪剖了，留够今天晚上吃的，剩下的明天一早拉到镇上卖。行，那留多少？肉留个10来斤，骨头留着炖汤。万岁！别急，再煮一会儿，肉还没烂透。张嘴。好喝，有肉味儿。都看我干什么？吃啊！不行，二婶你先吃。听话。都吃饱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，日子才能越过越好。好喝，好喝。末世里连干净的水源都难找，更别说热乎乎的肉粥了。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啊！娘，陆雪真跟变了个人似的，之前什么好的都往她自己碗里夹，现在还能说日子越过越好这种话，是变了好多，是不是那天磕坏脑子了？不管怎么说，这是好事。等远山回来，一家子好好过日子，比什么都强。爹，这肉可不轻，您腿脚不好，还是我跑2趟去卖吧。是啊，爹，这么远的路太沉了。弟妹，我来，这个太重了。弟妹，你不觉得沉吗？沉，但是这要讲究技巧，只要学会怎么卸力，这点重量不算什么。卸力？啥叫卸力？娘，磕坏脑子还能磕出这么大力气啊！大哥，咱这镇上哪家酒楼收野货？如意楼收的最多，还有悠然居也收。不过村里头有什么好货都卖给如意楼，那是镇上最大的酒楼了，老板有权有势，结款最爽快。这么有本事，那咱去悠然居。好，哎，不去如意楼啊？你们掌柜在吗？我这有刚打的野猪肉。什么野猪肉？您稍等，我这就去叫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有野猪肉。哪里有野猪肉？新鲜啊，这可是难得的好货。昨个夜里刚宰的，也就过去几个时辰。姑娘，
这肉你们怎么卖啊？王掌柜，您平日里定是没少收这些山货，这价格您开吧。按市价，野猪肉整头收正常是30文一斤，我给您35文，怎么样？我这可是亏着本来收的，你们该不会觉得少吧？王掌柜，您这店开了多久了？1年多吧。我瞧着对面的如意楼，客人可比您这儿多。陆姑娘慧眼，这不正愁呢？您想想，吃得起野猪肉的，那得是什么人？有身份的人。对，那些人吃饭吃的可不只是味道。那必须的，有身份的人吃的那叫面子。那您想想，面子从哪儿来？还不得是因为货好吗？我爹可是咱村里最好的猎户，往后打到什么山货，我一定第一时间都卖给你。您说，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会去哪家？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陆姑娘，您直接说吧，想要多少钱？50文一斤。弟妹可真敢开价呀！一会儿被赶出去，我可得护着点儿。成交，但你得保证后面的好货绝对不可能给他如意楼。成交了。女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您就放心吧。235斤，算你240斤，12两银子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这个进度条的出现是因为刚好赚了钱，12两是2.4%，也就是说，我如果赚到500两银子，这个进度条就会满。届时，说不定我的空间就会重新开启。看来得赶紧想办法挣钱。弟妹，12两啊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银子。大哥，你这话从悠然居出来就开始说，都说了一路了。我这不是没见过世面吗？没想到那野猪肉还能卖出50文一斤。要是去如意楼，顶天给35。我们卖50文一斤，王掌柜能将这道菜做成1两银子一道，还能抢如意楼的客人，他怎么会不愿意？大哥，哎，买点肉。妹子，要多少啊？五花肉怎么卖？10文钱一斤。来20斤五花肉，再来2根大肘子。好嘞。花钱并不会减少进度条，也就是说，他只计算收入。伙计，来5斗米，3斤盐，1斤糖。米、盐、糖，花了钱进度条没动，果然只算进不算出。大娘，这都是什么菜籽啊？软菜、萝卜、韭菜、茄子都有，1文钱一包。这些娘子买鸡仔不？这都是刚孵出来的，健壮着呢，养大了下蛋吃肉都行。多少钱一只？5文一只。我都要了。您给我4文一只怎么样？好，都拿走，就给你便宜点。弟妹，这一买就花了2两银子，咱家1年都攒不下这些。大哥，家里就那几亩地，要是光想着怎么省，永远都攒不下来。那咋整？得想着怎么赚钱。你看啊，10只小鸡养大了，一天能下好几个蛋，吃不完就能拿去卖。有钱咱们再买地，就能多种。有了钱还能养猪，山里还有山货呢。我今天看了，镇上还有人摆摊卖吃的，咱真的吗？当然了，相信我，大哥，我一定会让我们一家子过上顿顿都有肉吃的好日子。弟妹，你变成这样真好，以前那样也挺好，就是回来了，卖了多少银子？爹，咱卖了。谢三哥，出大事儿了！出大事儿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谢三哥，衙门来文书，你家远山没了。什么？李正，你说什么？谢三哥，嫂子，节哀，这是县里下来的文书，远山他在聊城突围战中没了。娘，这上面写的啥？我看不懂。爹，我来吧。爹娘，上头说远山在聊城突围战中阵亡，没找到尸首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这是远山的东西，
抚恤金放里面了，按规矩，普通兵卒2两银子。2两？我儿子一条命就值2两？谢三哥，这是朝廷的规矩。谢远山死了，才成亲3个月，我就成寡妇了。唉，中山啊，照顾好你爹娘。我的儿啊！我的远山啊！二哥，你们来干什么？小雪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我是你爹，当然是来接你回家呀。回家？回家？回什么家？当然是回咱家呀。我们刚刚得到消息，远山已经死了，你作为他媳妇儿还留在人家家里，像什么话？跟我们回去，爹带你过好日子。没错，小雪啊，我和你爹已经给你看好了人家，就等你百日之后嫁过去，你也不用担心嫁过去吃苦，我保证绝对比现在这个短命鬼强。爹，你们欺人太甚！什么叫欺人太甚？要怪也是怪你们家老二短命，跟我们家雪雪有什么关系？圣人不是说了吗？良禽择木而栖。我们家雪雪这么优秀，理所当然要找个好夫婿，总不能给你们家老二守一辈子的活寡吧？没错，我家雪雪在你们家本就吃了苦头。我们今天不仅要把她带回去，她前几天晚上打的野猪，我们也要一块带走。王八蛋，你们全家都是王八蛋！陆雪，你有本事就走，你要是走了，我李巧兰这辈子都看不起你。让他走。小雪这些日子已经帮了我们家大忙，现在老二走了，她有什么理由留在我们老陆家？陆雪啊，我知道你心里苦，可你是个有主意的孩子，娘只求你一件事，千万不要在老二100日之内婚嫁，给我老谢家留一丝颜面。算你们谢家懂事。宝贝儿女儿，走，跟爹爹回家啊！谁说我要走了？小雪，你是疯了不成？你不跟爹回家想干嘛？我是谢家老二的媳妇，更是谢家的媳妇。如今我的夫婿战死，我理所应当为其照顾家人。至于你们陆家，与我何干？上一世，陆家把原主当作赚钱的玩物，谁家出价高就让她嫁入谁家，完全没有在乎过她的死活。现在正是摆脱他们的好机会。你凭什么不走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已经帮你挑好新的夫婿，就等你嫁过去。你今天不回去也得回去。哎呦，哎呦！你敢打我？我打你了吗？我只是甩开你的手。你那是要把我摔死！我是你娘，你敢对你娘动手？我娘早死了。你是她再娶的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。小雪，不可以这么跟你娘说话，跟我们回去。怎么，卖女儿一次不够，还想卖第二次？这回商量好了多少银子？5两还是10两？陆雪，你留在谢家算怎么回事？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你年纪还轻，难不成真打算守活寡一辈子吗？你不想嫁人也行，就在家里给我待着，哪儿都不许去。对，你弟弟身体不好，你是当姐姐的，顺道照顾他一下。你留在谢家，还得伺候公婆，多累呀，叫人啊！姐姐，在家待着哪儿都不许去。说的倒是好听，原主这一家子的对他只有理所当然的索取，从来没把他当人看。我就不信我回去了还有选择的余地。我再重申一遍，我不回去。你怎么就不听劝呢？他们老谢家死的死，残的残，如今谢老二死了，整个谢家就没有个能当家的。
他们自己都快过不下去了，还怎么养你？谢家没人当家，我当。我丈夫战死，这个家我理所应当扛。老二媳妇儿，你还年轻，不能被我们拖累。你要是想走，我们不拦你。爹，我不走。可是以后这个家我来当，我说过的话算数。这个家以后你做主。谢三海，你们谢家是不是都疯了？让一个寡妇当家？你们一家子窝囊废，还要听一个女人的？你放屁！我公婆让谁当家，那是谢家的事儿，跟你们无关。另外，如今我夫婿战死，我谢家儿郎战死，我爹娘心里承受不住。若你们再敢言语刺激他们，别怪我陆雪对你们不客气。陆雪，我是你娘，我是你长辈，你难不成要对你爹妈动手吗？嫁进谢家那天起，就是谢家的人，你们两个与我何干？小雪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你是我女儿，你的婚事我说了算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样不讲道理，整个村子都会容不下你。好，既然你要讲道理，那就让李正评评理。王李正，您平时最公允了，我男人没了，我是谢家明媒正娶的儿媳妇，我有资格留在谢家吗？陆有金，你闺女嫁到谢家就是谢家的人，现在远山刚走，你就要把人带走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。李正，我是他亲爹，他男人死了，留在婆家算怎么回事？这陆家也太不讲究了，女婿刚死就来抢人。可不是嘛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哪能说带走就带走？就是闹到衙门也没理呀，这不明摆着耍无赖吗？这我们家的事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哎呦，是和我们没关系，这不让李正做主呢。就是，好了，都少说两句。陆有金，只要谢家愿意留陆雪，陆雪自己也想留。今天于情于理，你们都带不走她，而且乡亲们都在这里，是你要讲道理的。难道你要说话不算话吗？这丫头现在怎么这么不听话了？李正啊，实在是家里日子过不下去了，他弟弟又病了，连抓药的钱都没有啊。既然小雪愿意留在谢家，她男人的抚恤金就是她的，先借给我们应应急总可以吧？我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，远山用命换来的钱，你们也好意思借？怎么不能给？她是我们陆家的女儿，她弟弟看病没钱，她不该管。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小雪，爹也不为难你，你把抚恤金给我们，以后你留在谢家，爹不拦你。之前那些外债就是陆雪为了娘家威胁爹欠下的，她该不会想要钱门儿都没有。你说什么？那是你弟弟，你亲弟弟，你见死不救。抚恤金是给谢家的，这钱我不会动，我打的野猪那也是我留给谢家的，更不可能给你们。而且今天当着李正的面，我还想问问，之前借给季爷看病的钱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还？我们哪有钱？那是不还了。当着大家的面，你要是认了，那我去衙门要说法时也有个证人。家里情况你也是知道的，现在你小弟还紧着钱看病，有了自然会还。好，大家记住他说的这句话，他说有钱自然会还。若他陆有金有闲钱花天酒地，四处潇洒，到时告上衙门，还请诸位乡亲为我作证。陆雪，叫本姑娘作甚？你们还不走，是打算留着给你女婿奔丧？既然如此，先拿些银两来吧。你做梦！我们现在就走。唉，走吧。老头子，爹！老头子，你醒醒啊！可别吓我们啊！爹，您撑住！还有气，别乱晃，先抬进屋躺着。大哥，赶紧去请郎中。张郎中，咋样啊？三海哥常年劳累，身子底子亏得厉害，平日里连口饱饭都吃不上，如今又骤然听闻远山过世的噩耗，急火攻心，这才栽倒了。张郎中，求求您一定要救救他呀！我先开几副安神固本的汤药稳住身子，后续得好生静养，不能再动气，更不能操劳，还得吃好些，不然身子熬不住。家里哪还有钱？张郎中，您只管开最好的药，银子我出。我这就去抓药，一会儿你们来个人拿。劳烦张郎中多费心，药钱、诊费都在这里，顺道再给我娘诊个脉，
不管多贵，只要把他们调理好就成。爹娘，我问你们一句，你们信我吗？信，你想说什么就说呗。若信我，那往后这个家就由我来当。这是卖猪肉的银子12两，镇上花了2两，大夫那边给了3两，加上远山抚恤金2两，剩下9两。先拿出5两还一部分外债，其余留着给爹娘抓药。成，这家以后就由你来当。还有爹娘，官府文书上写了，远山的尸首没有寻到，说不定他还活着呢。只要一日没确认，就还有活着回来的指望。咱们好好把日子过下去，守好这个家，安心等他平安归来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陆雪，我知你本不情愿嫁我，只是世事身不由己。待我从军归来，便与你和离，绝不耽误你往后半生安稳。我从军所得所有银钱，尽数留与你贴补家用，安家度日。只求你能替我照看好年迈双亲，护好家中几个孩儿。原主看来是真的毫不在意这个丈夫，记忆里连他的模样都那么模糊，但能感觉到他是个坦荡实在的好人。这样的人偏偏远赴沙场，生死未卜，实在可惜。不管将来和离与否，现在我一定会守住谢家的。弟妹，要不你还是回去吧，这点活我自己干，累几天就完事儿了。爹娘还病着，家里正是用人的时候，分什么男女？我身子结实，这点工活累不着，赶紧干吧，别耽误了时辰。这可比在末世废墟里刨食轻松多了。那时候底下说不定就埋着丧尸，一铲子下去心都悬着。现在能安心种地，闻着这土腥味都觉得踏实。你的力气好大呀，弟妹。哎呦喂，你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！谢家那祖宗媳妇儿居然下地了，可不是嘛？要我说就是命太硬了，男人刚走没几天，还能跟没事人一样下地干活？什么命硬？我看就是克夫命。自打她嫁进谢家，家里就没安生过，现在人把自个儿男人都克死了。杀丧尸我会，打架我也擅长，但这种唾沫星子横飞的，把人撂了在这儿也不适用啊！怎么被我说中短处了？不敢吭声了？我看啊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，克完丈夫克公婆，留在谢家早晚把一家人都克死。你才克夫！哪个缺德玩意儿，大清早用粪坑水漱的口，满嘴喷粪，隔着2里地都熏得人脑仁疼。李巧兰，我说你家弟媳关你屁事儿？你算老几？我算老几？我算你祖宗！你自家那2亩地草都比人高了，你不去薅，跑这儿来嚼别人家舌根儿，你是属蛆的，专往屎坑里钻。你个小泼妇，没教养！你家大人怎么教的？我爹娘教我做人要讲理，不像有些人教出来的闺女天天满村挑拨离间。你家那点破事儿，要不要我给你抖搂抖搂？去年你大儿媳妇为啥回娘家住了3个月？要不要我帮大家回忆回忆？我告诉你，我弟妹进门后任劳任怨，我公公是让那不要脸的陆家给气病的，跟我弟妹有什么关系？远山是从军出了事儿，朝廷的文书上写的明明白白，你张二婶比朝廷还懂。你咋不去县衙做大堂呢？这嘴堪称武器啊，句句往肺管子上戳，还不带重复的。我在末世要有这本事，那些人抢我物资的时候，我都能把他们骂到气死。还有你们，一天天闲着没事儿干，跟着瞎起哄嚼舌根。我家如今正是难处，弟妹有心帮家里下地干活，勤快本分不偷懒儿，不夸他也就罢了，还跟着胡说八道，良心都让狗吃了。张二婶，往后把嘴巴放干净点，谁要是再敢乱扣帽子、乱造谣，别怪我李巧兰不给脸。到时候把你家那些鸡零狗碎的事儿一件一件给你抖搂出来，看谁丢人！你个泼妇，我撕了你的嘴！张二婶，平时我敬重你是长辈，但我们谢家人也不是好欺负的。欺负人，你们等着！你可别多想，我可不是特意帮你，我就是看不惯这帮人没事就扎堆欺负人，纯粹看不惯罢了。我懂，大嫂就是性子直，心肠又软，见不得旁人被欺负，仗义直言，路见不平。就你会说。
大哥，咱们家今年留够谷种，等秋收交了税，余下的粮留一部分口粮，再匀出一块地种菜，青菜瓜豆都种上些，一家人1年的吃食就差不多了。听弟妹的，爹娘身子亏空，需要好好温补调养，还有嫂子双身子呢。我打算抽空再进一趟山，打点野味回来给他们补一补，也能拿去镇上换些碎银贴补家用。上次进山害得我魂儿差点飞了，你可给咱们省点心。大嫂不用担心我有数的，还是家里顶梁柱，我肯定惜命的。谁担心你了？你大嫂在给你磨刀呢。走了快1个时辰，大型动物的脚印倒是有，就是没碰上活的，看来还得往里走走。新鲜的应该就在这附近。长得还挺好看的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我可没吃的给你。过来，我给你看看伤。没伤到骨头，算你运气好。末世那会儿我受伤时可没人给我处理。你想带我走？去哪儿？你这是报恩？3只，够吃2顿了。傻乎乎的。还有，蘑菇还是松茸？你好厉害啊！末世还没来时，松茸的价格就不便宜。在古代更是山野珍馐中的精品，能卖不少钱。这是37。你这是把我当收山货的啦。差不多了，该回去了。今天多谢你，这给你当是报酬了。你不要野鸡，想跟我回去？打猎的时候带着它事半功倍，就能更快的赚钱，还能看家护院。况且它这颜色，在山里恐怕还会被其他的狼围攻。带你回去可以，但你要听我的话，不可以咬人，不可以咬牲口，更不可以挑食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天都黑透了，人还不回来？弟妹本事大，不会有事的。你嘴上说的轻巧，刚才谁偷偷跑到村口看了3回？弟妹，这是我在山里救的白狼，以后它就是咱们家的一员了。好大的白狗，好漂亮啊！青山，别碰它！大嫂，你别怕，它不咬人。你说的轻巧，那是狼啊，要吃人的。我在山里救了它，这些山货都是他帮我找的。这么多，3只野鸡。万物有灵，有时候这些动物比人懂得感恩。二嫂，它有名字吗？还没起。二嫂，要不叫它小白吧？那就叫小白。大嫂，趁着蘑菇新鲜，晚上拿只野鸡炖在一块儿，给爹娘补补。明儿一早我就去集市，把剩下的药材还有2只野鸡拿去卖了。你歇着，我来弄。这位娘子，你这些蘑菇和药材是打算卖？您要？我们老爷就好这口山野鲜货，
你这些品相不错，我全要了，你开个价。按酒楼的价格，蘑菇我收您3两银子，这些药材2两银子，我这底下还有2只野鸡，您要不要？要，我都要了。以后你打到什么好货，直接送到城东陈府，就说找陈福，我直接收，价格上绝对不会亏待你。这款山野鲜货，这倒是个长期主顾，9两银子，已经到4.6%了。粮食、药材、布匹，我们统统收。这又是在备战呢。前阵子不是刚打完，听说是要去夺聊城，那边被叛军占着，一直没拿下来。聊城，谢远山当初参军就去了那里。二嫂卖了多少钱啊？哥，你别一回来就问钱啊！二嫂，你累不累？给你们的，分着吃。是饴糖，谢谢二嫂。好甜！你进山一趟不容易，花那冤枉钱干啥？大嫂，给你买的。就还行吧。大嫂脸红了，去生火去。哎，老二媳妇儿，你跟我进来。娘，您找我？你过来，试试合不合身。娘，您什么时候做的？我这几天不都闲在家呢，没事儿做就缝几针。你成天上山下地的，衣裳不经穿，我多做2件备着。娘，正好呢。小雪，其实你醒来的那天，我就觉得你不一样。人啊，有些东西是在骨子里的，也不会撞到个头就变化这么大，还突然识字了。娘知道你不是他。娘，但娘不在乎你是谁，从哪儿来，娘只知道你是真心为谢家好，把一大家子扛在肩上，你是好孩子。娘，您别这么说，您和爹对我也很好，大哥和大嫂也是好人。往后啊，你就是我亲闺女。远山他要是能回来，那他就是修了8辈子的福。卖掉蘑菇和药材，还有2只野鸡，赚了9两，加上之前剩下的，咱现在家里有11两230文钱。哇，这么多钱，以前1年可都攒不下1两，这1个月不到，家里就进账这么多。老二媳妇儿，你什么打算？4两银子还债，咱就没外债了。再在鸡窝边上弄个猪圈，到时候就麻烦大嫂去你娘家村子那边买2头猪仔回来。猪仔可能吃得很，我去割猪草喂猪。我也能喂。我打算再置1亩地，这得爹您去找李正那边问问。置地好啊，家里吃饭的人多，总是要种地的。这日子啊，越来越有奔头了。进山收获看季节，还得看运气，不是长久之计。得拓展一个行当，种植不错，就是慢一些。养殖呢，家畜这些除外，还有什么？养鱼。有人。什么东西？5两银子，这是刚买的。人不见了。他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。陆雪！爹的身体好了很多，弟弟妹妹也胖了。陆雪，聊城尚未夺回，城中百姓民不聊生，请恕我尚不能与你相认。家中的事多有劳烦了。5两银子，这么一大块腊肉，还有粗盐，谁会无缘无故送这么多？定是和谢家有关的人。银子是新铸的，切口整齐，不像是普通人家攒的碎银。不会是谢远山吧？他如果还活着，也应该在聊城才对。但除了他，谁会大半夜悄无声息地藏这些在院子里？不管是谁，银子暂时不能动，也不能让爹娘知道，否则他们该担心了。多吃点，长肥点。
二嫂，这菜啥时候能吃啊？再长长，快了。大哥，院后那块空地，咱再搭个棚子，放杂物。现在家里东西越来越多，没地方搁，回头请人直接修2间出来。行，听你的。瞧瞧人家谢家，猪圈都盖起来了。可不是嘛，之前穷的叮当响，这才多久，猪都养得起了。听说谢老三还找了李正要买地，他们家连外债都还清了。你说那2两银抚恤金能置办这么多，这哪来的钱啊？谁知道呢？反正天天闻着肉香。之前他们家3个孩子长得豆芽菜一样，现在都胖了。听说都是远山媳妇进山找山货换的钱，这山货专等他的，为什么别人寻不到，就他寻得到？我看啊，没准是……哟，这院子收拾的不错啊！大哥大嫂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大伯、大伯娘，听说你们又要买地又要盖房，日子过得不错啊。大哥，你有什么事儿？三弟，你这话说的，没事就不能来看看？你家没事可不上门。你们家现在条件好了，大哥家里也不宽裕，四山还在读书，1年树薪加上笔墨纸砚，花销不小。你们做叔叔婶婶的，是不是该帮衬一把？四山可是咱们谢家唯一的读书人，将来考中秀才，对你们也有好处。就是，咱们四山那可是同生。二嫂，他们又来要银子了，之前也来要过，要好多回了，从来没还过。老三，你看你儿媳妇做什么？你是当家的，你说了算。大哥，我家的事儿，现在是我们老二媳妇做主，钱的事儿也是她说了算。什么？你让一个女人当家？大哥，老二媳妇当家是我们全家同意的。你们是不是疯了？她才进门多久，传出去不怕人笑话？大伯，我们家的事儿就不劳您操心了，您还是管好自己家吧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们是为了你们好，一个年轻媳妇当家，能有什么见识？说完了就走吧。你们真是一家子蠢货，让一个克夫玩意儿当家，在家作威作福，我看迟早把谢家折腾光。放屁！你还为我们好，当初分家的时候怎么不多分点儿？你说谁呢？分家的时候该给的可都给了，几亩旱田连水都浇不上，那也叫给？水田还是我家后来自己买的。你一天到晚我们家四山，我们家四山，每次回来见面招呼都不到，人都不会做还念书，都念狗肚子里了。不识好歹的东西！我看你们就是让他给糊弄傻了都，也不知道打哪里赚的银子，指不定是什么脏路子。你干什么你？你要杀人啊！翻了天了，你就不怕被抓去衙门里砍头？杀人了！不是想知道我怎么赚钱的吗？我就是这么赚的。我爹娘人好，不跟你们计较，但我不是。我之前的名声你们也知道，所以我劝你们别惹我。大哥，你们以后别来了。行，你们厉害，等四山中了秀才，你们也别来搭边儿。小白，这边都走过了，你去哪儿？兔子窝，还带着潮气，兔子应该在里头。小白，你守着这头。小白，别咬死。兔子的繁殖能力强，肉能卖，皮也能卖，不怕没销路。你这是把人家一窝端了啊！接着，二嫂，这么多兔子可以卖好多钱啊！不卖，都养起来，生了兔崽子再拿去卖。爹，刚好后头的棚搭起来，就先养兔子。我打算做养殖，卖给汉军，还能自己摆摊。以前我们村有人养，您生5、6窝呢。能生也能吃，咱家种的我管。院子里再辟出块地，多种点就行，我能搞定。我给三哥打下手。之前你采来的那些草药都晒干了，得有个几10斤了，好几大袋，你一个人可扛不过去。弟妹，让崇山去阿旺叔家把牛车借来，一起运去镇上。大哥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先过去。
这些草药不全卖药铺？这些全在药铺那边亮了相，他们容易压价。我先去问问。晒得不错，这些300文。掌柜，这些药我都是在山上采的，要是以后采的多了，你也这价格收吗？小娘子，我这药铺不大，量太大我可收不了。不过你要是真有货，我可以帮你介绍别家。你们等等，你这果然有药材。干什么？奉命征收军资，你这车药材，我们征了。征还是抢？弟妹，他们是汉军，大白天的当街抢东西，去衙门说理。放手！弟妹，别，他们是官家的，官家就能抢？谁抢了？我们是收，奉命收军资。军牌我看看。早说清楚不就完了？你这妇人怎么动不动就动手？你上来就掀我东西，谁知道你是哪路的？我是汉军后营百长杨蒙，奉命在镇上征收药材。你这车药材品相不错，我们全要了。可以，药铺什么价，给你们什么价。那是自然。这一车干货大概80来斤，黄芪、柴胡、三七，伤药所需的药材里面都有，按药铺的价算下来25、6两。那个，我们带的银子不够。不够是多少？5两。这不是上头拨的款还没到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，先征后补也是常有的事。常有的事，那你去找常有的人买。哎，等等，这位娘子，我们真不是故意压价，边关打仗，将士们受伤用药，等不得呀。聊城那一仗伤了很多弟兄，药材缺口大得很，我们出来征收，能收多少是多少。您这车药要是能给我们，我杨蒙拿人头担保，银子一分不少，只是得缓几天。聊城那一仗活下来多少人？那一仗惨，叛军突袭，腹背受敌，我们几乎是被前后夹击，活着出来的不到2成。怎么，娘子家里也有人去了聊城？那一仗死了太多人了，好多弟兄连尸首都没能找回来。我们营里有个百户，家里刚成亲就出来了，结果第一次上阵人就没了。我弟弟也是刚成亲就去参军，死在战场上了。娘子，您看这药材能不能便宜点？将士们受伤流血，能省1文是1文，省下来的还能多买点粮食。不能。娘子，您这也太绝情了。我也有家要养，不过可以赊账。我这就给你立字据，10天之内银子一定送到。字据上写清楚，逾期按双倍赔。还有，药材是赊给汉军的，不是赊给你个人的，盖上你营中的印。你这是信不过我。信不过。信不过就信不过吧。行了，卸货。这是我们营中的信物，拿着。到时候我要是真送不来银子，你拿着这个去军营，让我们老大赔。也是姓谢。轻点，轻点，这些都是好东西。哪儿来的？老大，收来的。您猜多少？说。120斤，全是草药干货，够咱们用一阵子了。镇上的药铺不是没这么多存货，其中80斤从一个卖药材的娘子那边收的。老大，我跟您说，那娘子可难搞了，我上去还没说话，她就把我摁牛车上了。你堂堂一个百户，被一个娘子按在牛车上，我呢不过是让着她罢了。老大，我好不容易说通了，她还嫌我们带的银子少，赊账还要立逾期双倍赔偿的字据。所以呢？所以我签了字据，还把你的令牌给她了，有事直接找你。是他，可他怎么会有这么多草药，还都是晒干的？寻常人采个几斤都算了。老大，10天之内要把剩下的银子给他送过去。这银子你赶紧把药材送过去，银子的事我来想办法。地契2亩上田，李征说了，位置好，挨着咱家原来的地。爹，这地契您可收好了，明年种的粮够咱家吃1年了。有了地，心里就踏实了。为了庆祝咱家买地，晚上吃兔肉，这么快就生了啊？二嫂，兔兔这么可爱，好吃吗？好吃，麻辣的、冷吃的都好吃。麻辣，兔肉切小块，过油炸到外焦里嫩，然后放辣椒、花椒、姜蒜爆炒，出锅前再撒一把芝麻，酥酥脆脆，辣的过瘾，麻的舒坦。弟妹，这也太香了！好香好香！以往有人猎到兔子，
都是烤着吃的，没见这法子。快尝尝，好吃。弟妹，这方子你是从哪儿琢磨出来的？很久以前吃到过一次，就念念不忘。末世那些年里，每当饿得睡不着，就会想起以前吃过的美食。现在我都有机会把它们变现了。我觉得弟妹做的比酒楼的都好吃。二嫂，这要是拿去卖，肯定很多人抢着要。我也是这么打算的，去镇上集市摆摊卖这2道。大嫂手艺好，到时候再做几样吃食一起卖，生意肯定好。我可以帮二嫂顾摊子。那咱们什么时候去镇上？先把摊子的东西备齐，正好这段时间兔子也能多生几窝。成，都听你的。你爹说的没错，你做主。摊子支起来，开铺子就不是梦了。老大，谢家好像还要往里走，走吧。7、8、9，有人吗？是你啊，陆娘子，上回的药材钱给您送来了，剩下20两，你数数。没错。就你一个人？对啊，军营里事儿多，我也是抽空过来，这不怕耽搁久了你这边着急。那个陆娘子，你家里还有多少草药？我们全收了。你们要多少？有多少就收多少。前线战士吃得紧，你们家还卖啥？猪肉、鸡肉，只要是吃的，我们都要。军队人多，嘴也多，能收的都收。卖给他们，赚钱的速度能更快一些。可以，不过我有条件。您说。其一，价格不能比镇上低；其二，不能再赊账。没问题。等等，上次你押的木牌，我老大说暂时不用还，到时候你送东西来，用这个做凭证找我们，好使。总感觉哪里怪怪的。老大，都办妥了，照您吩咐的我都说了，他那边有东西就送去军营卖给咱，衙门那边过明路，百姓手里收到的，叛军就查不着了。院子里怎么样？挺好，收拾得干净利落。他们居然还养了一头狼看家护楼，那陆娘子看着就是能干的，说话做事都利索得很。这个家和我走之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，这都是因为他真的和之前完全变了个人。老大，之前收军资也没见你对谁这么关心，你和这家人认识？哎，老大，你不是成亲了吗？怎么从来没听到你说起过嫂子啊？你说你要收草药？是，汉军那边需要大量草药，我一个人采不过来，想发动村里人一起。村里人采药倒不是不行，只是大家都不认识草药。这是几种草药的样子，我都画了图，一看就知道是采什么。那感情好，能让村子里的人农忙时赚点钱。我也不会压大家价格，不赊账，卖了就结清。但是有个条件，草药必须按我的要求采，该挖根挖根，该摘叶摘叶，不能乱来。晒干处理也有规矩，不达标的我不收。那是自然，好东西才能卖出好价钱。远山媳妇，你这是要给村里人找活计呀？互惠互利，他们能赚到钱，我收获都不吃亏。行，这事儿我去张罗，明儿个在河场跟大家伙说，你到时候来一趟。今天叫大家来是有个好事儿，远山媳妇儿跟汉军那边搭上了线，收草药，品相好的跟镇上药铺一个价，卖出去就给你们结钱。连草药样子都画出来了，那不是谁去了都能采？可药铺也就收那几样，多了也不收，他还能全要啊？哟，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能耐？别是忽悠咱们，到时候采了药没人收，白费功夫。就看谁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呢？药材不收白不收，我立字据，结了钱立马就给你们。不放心可以不卖，没人逼你们。说的倒好听，字据有什么用？到时候人跑了找谁去？我二嫂不是那样的人。赵大明，你去年租李家3亩地，租金到现在还没结清，你说字据没用，那你倒是把欠条撕了。这也是给大家找个生计，愿意干就干，不勉强。药材的图样一会儿贴在我家门口，想采的自己来看。远山媳妇儿说了，有多少收多少，价格公道。他什么样的人大家不清楚吗？娘家那边都不管，还帮大家赚钱呢。就是说，大家都别信他。二嫂，他们怎么能这样？李正叔都说了跟你干能挣钱，他们还阴阳怪气。那几个就是嘴碎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不要紧，等有人换到了钱，不用人催，他们就都会去采药了。谢家弟妹，我想问问采药的事。李嫂子，你说，我就是想问山上哪条路好走些啊？我一个人怕走岔了。上山沿着西边那条小道走，那边我都清理过了。不过你自己也要小心，
天黑前必须下山，否则不说有没有野兽，就是路都不好走了。哎，草药的样子看图很好辨认，照着上面画的摘叶晒干拿过来，我都会收的。谢家弟妹，李嫂子，你看看这些能收不？品相不错，晒的也够干，这些我全收了。这里还有几株草药比较稀缺，都给你100钱。谢家弟妹，谢谢你。真给了，瞧着不少呢。李嫂子，你这得有300钱了吧？这钱啊，就是得给聪明人赚，否则人要犯蠢，追着喂嘴里都得吐出来。我就看李寡妇进山了几趟，就有这老些了。300钱，就这些。我家那口子在镇上给人做短工，一天也就20个铜钱，我这就回家拿镰刀去。等等我也去采。大嫂，还是你有本事。那是，赚钱你厉害，嘴皮子我可在行。看着吧，不出3天，咱这院儿就要被人踏平了。远山媳妇儿，我们来卖草药。我也是，我进山挖了老些，都是按你说的晒的，你看看值多少钱？还有我呢。大家别急，只要符合要求的，我都收，一个个来。刘四叔，1两。刘四叔，您说好了。假的，故意弄出这副样子，最后肯定就是骗人的。老赵家的，你说是吧？哎，老赵家的，你干啥去？采草药啊，跟你在这看热闹有钱赚啊！呸！你也跟着犯蠢。谢大哥，你不会也跟着去采草药吧？你家四山可是读书人，往后得多出息啊，能看得上这点？我们当然不能啊！我家四山马上要中秀才了，将来是要当官的，哪能看得上这点草药钱呢？陆娘子，您可来了，这一车可不少啊。算上之前的，得有好几百斤了吧？还是得陆娘子出手，我之前收了许多天都收不到呢，又不能大张旗鼓。陆娘子，算上之前的那些粮食和肉，这里有120两银子，您拿好了。还差300两，快了。这人瞧着有点眼熟啊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陆娘子，这是我们谢副尉，上次的木牌就是他的，我们收的这些军资也都是他做主。谢副尉，他竟不认识我。之前有消息说他摔倒撞到了头，莫非是这原因？药材品相很好，童叟无欺，无妨，总会弄清楚的。二嫂，没人啊。不急，还没到点儿。这是什么？闻着怪香的。冷吃兔、麻辣兔肉，还有煎饼、菜团子。尝尝，冷吃兔一勺15文。15文？不便宜啊。尝尝不要钱。再来一块。好吃吧？摊子刚开张，买3勺送1勺，仅限今天。来3勺，这味道绝了，下酒肯定好。给我也来一勺，给我也来一勺，给我也来一勺。这饼怎么卖？煎饼3文一个，菜团子2文钱一个。二嫂，卖完了，全卖完了。收摊儿。320文铜钱，加上2两银子，这么多，明天继续来卖。家里兔子多，一窝接一窝，不怕没货。卖光了，明日赶早啊。娘，我好着呢，没事儿。家里赚了钱，连我肚子里的娃娃都不闹腾了，乖得很。这么赚钱才快啊！那个摊子开了多久了？回掌柜的，半个月。每天都能卖完？是，每天都卖得精光，有时候还没到正午就收摊了。麻辣兔肉，冷吃兔，那味道你尝过没？尝过，确实好吃。好吃？一个破摊子能好吃到哪儿去？去，让后厨也做2道兔肉菜，价钱比他那摊子便宜2文。好嘞。二嫂，客人都跑如意楼去了，听说他们也卖麻辣兔肉和冷吃兔，还比咱们便宜2文。不着急，他们还会回来的。陆娘子，
我昨个去了那如意楼，买了份麻辣兔肉，味道跟您这儿差远了，又咸又没那个麻劲儿，吃着没灵魂。那今天来几份？来3份，还是您这儿吃着踏实。领导好，看到了吧？总是要让他们去过才知道的。我那配方可是我吃遍琢磨了不知道多少次才研究出来的，依葫芦画瓢可模仿不了。昨儿还担心没人来呢，今儿倒好，忙得我腰都直不起来了。二嫂说的对，吃过咱家的就不去别家了。陆娘子，可算找到您了。陈管家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们老爷吃了您家的麻辣兔肉，念念不忘，非让我来买。这不，我一大早就来了，怕买不成。20份，不，30份。老爷说了，要请客，得让那些老朋友们都尝尝。30份，那我们还有吗？别急，都有。子叔，先给陈管家装20份，剩下的等下一锅。哎，陆娘子，你可真不一般。我记得头一回见你，你还在卖松茸呢。配方打听出来没有？都是他亲手做的，几个厨子试了好多次，味道都不像。一个女人能在镇上摆摊做生意，靠的是什么？东西好吃。好吃有什么用？在这个镇上做摊的时候，得看我允不允许。去找几个人，明天他收摊的时候。是。二嫂，今天赚了多少呀？够给你买好多饴糖。我不要饴糖了，我要攒着，以后给二嫂买好看的首饰。子叔，站我身后。二嫂，把身上的银子交出来。站姿松散，不是亡命徒，还有些紧张，说明心里没底。要银子，自己来拿。敬酒不是吃罚酒，弟兄们，先教训一下这个不长眼的。够了。去死吧！二嫂小心！没事吧？没事，多谢壮士出手，敢问尊姓大名，改日登门道谢。路过，小事。等等，家里做的冷吃兔不值几个钱，就当谢礼。多谢。二嫂，那个人好厉害啊，3两下就把人打趴下了，那身手像个练家子。二嫂，这些人怎么办？谁雇你们来的？我这人脾气不好，今天最后一锅兔肉还没吃上，火气正旺，你最好想清楚再说。是如意楼的掌柜薛胖子，他雇我们来教训你，让你摆不成摊儿。回去告诉薛胖子，想做生意就光明正大来，别搞这些下作手段，再有下次就不是断2根肋骨的事儿。老大，哪儿来的？闻着怪香的。这不是陆娘子摊子上的吗？老大，你去找她了？路上碰见的。碰见？咱们营地离镇上好几十里地，您这路碰的可真远。好吃吗？想吃自己去镇上买。那不是得花钱吗？明天你带2个人去镇上。去镇上干啥？他的摊子，盯着点。如意楼那边不安分，别让人再找麻烦。如意楼新品麻辣兔肉冷吃兔，比集市便宜3文钱。二嫂，他们又降价了，昨天还比咱们便宜2文，今天便宜3文了。降吧，亏的是他们。陆娘子，如意楼财大气粗，你跟他们硬碰硬干啥？不如也降价。叔，您尝尝这个。咦，这个味道比之前还好吃。这叫秘制香辣兔，我新琢磨的方子，暂时不卖，就送老顾客尝尝。这要是拿出来卖，如意楼那味儿根本没法比。陆娘子，我们掌柜的说了，你要是愿意把方子卖给我们，价钱好商量。不卖。掌柜，那陆娘子研究出了新吃法，但油盐不进，不肯卖方子。哼，一个女流之辈，靠什么在这镇上立足？我动动手指头就能碾死她。那您的意思是，有身手又如何？打不过就找人天天去他摊子前头晃悠，挑刺找茬，客人来了就吓跑，他卖什么楼里就跟着卖什么，我看他能撑几天。这能成吗？
老子在镇上赶走过多少个摊贩了，就他一个寡妇，不出3天，准得滚蛋。掌柜的，那个陆娘子今天没出摊儿。没出？对，摊子空着，灶都是冷的，估计是撑不住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说什么来着？就一个女人能有多大本事？跟我斗！掌柜的高明，那咱们接下来，接下来该干嘛干嘛。哼哼，这种小角色不值得惦记。去告诉后厨，兔肉的价格恢复原价。各位父老乡亲，如意楼新研制的麻辣兔肉冷吃兔，来尝一尝啊！这味道比陆娘子卖的差远了。王掌柜，你这也没便宜啊，东西没人家好吃，卖的还贵。那摊子撑不下去喽，做生意嘛得有实力。来来来，都进来坐。这不是悠然居吗？他们在干什么？那跳舞的是仙女吧？悠然居今日新品上市，秘制香辣兔，招牌冷吃兔，麻辣兔肉3式，用料讲究，味道一绝。前50名进店送桂花酿1壶。妹妹快看，那个姐姐好好看。二嫂说的就是这个吧？每人1000，免费品尝。哇，这也太好吃了，和陆娘子摊子上一个味儿。这香辣兔好吃，之前没吃过这个。各位，这兔肉的方子可是咱们悠然居请高人特制的，和别家不一样，价格自然也不一般。不过今日特价，秘制香辣兔100文一份，冷吃兔50文，比如一楼贵啊。陆娘子那摊子上才卖15文，好东西不怕贵，您尝尝就知道值不值。陆娘子，我开门见山，您那兔肉的方子，我想买。卖不成，不过我们可以合作。如何合作？你出铺子，我保证除了我自己开铺子之外，镇上只卖给你这家。卖出去的兔肉我们分成55分。55分，陆娘子，我这儿可没赚头。怎么定价，王掌柜您说了算。悠然居这么大，总不至于靠我几道兔肉营生，主要还是将如意楼的客源引到您这儿，不是吗？尤其是那些贵客，会花钱的主，能做兴旺镇第1酒楼，谁想做第2呢？掌柜的，不好了，悠然居也在卖兔肉，味道和陆娘子做的一样，客人全跑那边了。平日里订包厢的那几个贵人也都去了悠然居。什么？那个寡妇居然把货都供给了悠然居？黄掌柜那个老狐狸，平时不显山露水，居然来这一手。掌柜的，咱们要不再降价？悠然居卖那么贵，翻好几倍都有人去，我凭什么降价？因为人家味道好。这是这些天悠然居给我们的分成，113两，这么多！哎呦，媳妇儿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银子。你爹我活了半辈子也没见过。咱家终于是要好起来了，会越来越好的。爹娘，悠然居那边吸引够了客人，会逐渐减少卖兔肉，咱们也不能靠着给别人供货。我想自己开个铺面。开铺子那得多少钱？买铺子、置办、雇人，加起来得300两。家里的钱够，咱们就卖兔肉、卤味一些家常吃食，和悠然居区分开来。他们做贵客，我们做普通百姓，让大家都能吃得起。成，你做主。爹，您腿脚现在好利索了，铺子里进货搬货的事儿得您盯着。行。娘，您管后厨，火候调料的配比我只交给您。你放心，娘学东西慢，但肯定学会。大嫂，等孩子生下来，你负责坐着收钱管账，您心细，算账又快，这事儿非您莫属。那可不，我算账从来没错过。不过你大哥呢？他干啥？大哥在前头招呼客人，跑腿送货。大哥力气大，人也和气，最适合。哎，听弟妹的。二嫂，那我们呢？养兔子的重任就交给青山。子舒跟着我学做吃食，以后就是咱们家的小厨娘。现在是就差最后一步了。老大，你在这儿坐了半个时辰，就为了看别人家媳妇儿，这不好吧？还差7%的进度条，按如今铺子的生意，1个月不到就能开启空间。身为穿越大军的一员，我这金手指总算是快被我给熬到了。这天气不对劲，这雨邪乎啊！我活了这些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雨，照这样子下去，庄稼都要淹了。要是都淹了，今年的粮食可毁了。
末世前1个月也出现了这样的极端天气，连续半个月的强降雨，直接引发了洪水，冲垮了半个城市。之后疫病、暴热接踵而至。古代的排水系统不如现代，如果一直这么下，不出几天就要出现淹水情况。小雪，你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。大哥，趁现在铺子里空，你赶紧去买米买面，还有盐，能买多少买多少，雇个车直接送回平安村。啊，买那么多干啥？咱家米缸还有呢。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，要是连着下几天，地里的庄稼就全完了，到时候粮价得翻倍涨，铺子里的东西也收拾好。娘，我们先回村。老二媳妇说的对，未雨绸缪。崇山，快去。好嘞。乡亲们，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，我担心会发大水。住在河边的几户，最好先搬到高地去，各家各户也要囤些粮食，以防万一。发大水？不能吧，这下了1天都不到。李正，您是不是想多了？咱平安村住了几辈子，没见发过大水哟。我当什么事儿呢？搞了半天，又是谢家那个寡妇在撺掇吧？一个妇道人家，懂什么天灾人祸的？我看啊，是趁机想让大家多买粮食，他好卖高价吧？说的也是，哪有那么巧的事儿？才下半天雨就要搬家，太小题大做了。大家可别被他骗了，这女人的心黑着呢。之前装模作样帮大家收草药，谁知道中间昧了多少银子？现在又拿天气说事儿，可千万别听他的。我说的很清楚，让大家囤粮，去哪儿囤，囤多少是大家自己的事儿。那你让大家搬家又是安的什么心？好好的房子不住，搬去高地淋雨。我只是把我知道的说出来了，信不信随你们。命是自己的，不是别人的。我信远山媳妇，上次采药，她说多少就多少，1文钱都没少给我。我这就回去囤粮。我家就在河边，还是搬吧，要真淹上来可就来不及了。你们这些妇道人家就是好骗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要搬的抓紧，都散了吧。装神弄鬼，等雨停了，看你怎么收场。驾，快些！瞎折腾，发大水，发个屁！他就是想让你们多买粮食，他好赚钱。折腾吧，折腾完了看他们家笑话。巧兰，慢些走。这雨真的没停过。水漫上来了。啊！进水了！进水了！快来人啊！发大水了！真发大水了！当家的，快想办法！快跑啊！洪水上来了！救命啊！拉我一把！救命！我要被冲走了！快来救人啊！赵大明，你报警了，别松手！末世那会儿，见死不救是常态，但这里不是末世。李正叔，拿绳子，我去把他拉上来。远山媳妇，水太急了，你别……大哥，拉着我下去。你看绳子，我说拉就拉。弟妹，你小心！陆雪，别动！报结束，你不过来，2个人都得死。娘，先把这些棉衣分给老人和孩子，否则他们夜里扛不住。当初让他们搬，一个个不听。江涛，快给我1碗，先给孩子和老人喝。
我先要的，凭什么先给他？凭你皮糙肉厚，现在还能吼着半嗓，饿上几天应该都没问题。远山媳妇儿啊，你们家囤了那么多粮食，被子也多，你看我们这啥都没带出来，这大冷天的，你能不能给我们点儿？我可以写欠条。老二媳妇儿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给不可能，不过你们可以打欠条，借多少写多少，按镇上粮铺的价，洪水退了之后10天之内还清，超1天立钱1分。你这是趁火打劫！我的东西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想借就打欠条，不想借，门口有火，自己烤去。你少说2句，借我借，打就打。造孽啊！我这辈子就没欠过这么多债。粮食按人头分，老人孩子优先，被子先给有娃的人家，想多要的拿银子买，或者赊账打欠条，价格和镇上一样，不涨1文。这丫头嘴硬心软，说不帮忙又是救人又是分粮。咋的？你还想什么呢？他家那么多粮食，被子也堆成山，凭什么他说了算？你想干啥？这么多粮都不舍得给我，还要让我打欠条，我都给你拿走藏起来，看你们一家子接下来吃什么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怎么了？是张二婶，她偷东西！我就知道他要偷粮食，下午还跟我说谢家粮食多被子多，凭什么他说了算？你出卖我！陆娘子救了我的命，我赵大明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也不能看着你算计我救命恩人。小白，放开！我就是想看看袋子有没有破，我没有偷。这张二婶也太不要脸了！人家陆娘子又是救人又是分粮，他还来偷，良心被狗吃了！张二婶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？李正，我真的没有。够了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李正书，按规矩办就行。把他先关起来，别让他再坏了大家的事儿。等洪水退了，送衙门。你们不能关我，我没有偷，我没有偷啊！是官兵，官兵来救我们了！乡亲们别急，我们是汉军后营的，奉命来救灾，粮食药材都带了，先紧着老人孩子。远山要是还活着，也是这般吧。这人怎么看着有些眼熟？看啥呢？那个士兵，你瞧着他走路的样子，像不像远山？你看错了吧？这些当兵的穿的一样，走路的架势也差不多。可是远山他已经回不来了，别想了，该干啥干啥。老大，上游那块的沟渠堵得厉害，得加人手。把第3小队调过去，天黑之前必须打通，不然晚上再下雨又得淹。好嘞。这人干活倒是实在，一点官架子都没有。辛苦诸位了，都过来喝碗姜汤暖暖身子，我还带了些饼子。谢副卫，先吃点东西。多谢。你们救灾还差什么？山上还有些物资，能运出来的我可以送下来。药材，伤兵的药快用完了。行，我回去清点一下，明天就送下来。谢副卫，我能托您打听件事吗？陆娘子，请说。我想请您帮忙打听一个人，他是我的丈夫，名叫谢远山。我们刚成亲，他就去从军了，几个月前死在了聊城之战中，但却没能寻回尸骨。陆娘子想让我帮忙做什么？他是个坦荡人，我觉得他不应该死在战场上，
连尸骨都找不到。谢父卫若是能打听到他的消息，麻烦告诉我一声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至少能让他魂归苦想。好。对了，谢父卫，这田里的淤泥不能光清，得引水冲。光靠人挖，挖到明年都挖不完。那边有个水闸，虽然被冲坏了，但修一修还能用。把水引下来，顺着沟渠冲，淤泥能省一大半力气。你懂水利？不懂，但我见过别人怎么干。还有呢？地里的庄稼全毁了，光补种不够，得换品种，种耐涝的，不然下一场雨来了又白费功夫。村民的鸡鸭猪菇死的死，丢的丢，得想办法补上，不然今年冬天难熬。你说的这些，我会向上陈述这些。陈述没用，得派人来看着，否则村民们自己不明白。你倒是想得周全。娘子，天哪，我怎么会把谢父卫当成谢远山？小白，你说我是不是疯了？不想了，赚钱最踏实，男人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。最后1%已经停滞好几天了，怎么突然满了？终于开了！这才是穿越女主该有的金手指啊！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东西没地方放了。先把家里收拾出来，再回山上把牲口带下来。巧兰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没事，娘，就是肚子有点坠，可能是这2天累着了。巧兰，你这是要生了！老头子，冲上，快！媳妇儿，你怎么了？赶紧先把巧兰扶进屋去。娘，要准备些什么？烧水，请产婆。可外头路都堵住了，怎么去啊？周山，疼，好疼！我去找人。谢父卫，出什么事了？我大嫂要生了，要请产婆，村口的路不通，牛车出不去，脚程太慢了。我陪你去。我自己去就行。几个村子都被淹了，去镇上的路难走，得朝高处进道。来，这老大让我们去不就行了，还得是自己媳妇儿啊！爹，产婆请来了。快看看我大嫂！快准备热水，剪子。水已经烧好了，剪子也烫过了。家里有没有参片？给产妇提提神。有，我在镇上买了。使劲啊！孩子头出来了，再使劲儿！巧兰，巧兰，你怎么样？大哥，是个闺女呢。我当爹了，我当爹了。小雪，那个好心的军官在哪儿？娘，应该还在外头。应该给人道个谢，这可是救命之恩。远山。
远山，我知道你是远山。远山，你就算化成灰，娘也认得你。在山上的时候，娘就觉得是你，走路的样子，站着的架势，和以前一模一样。可你爹说我看错了，说当兵的都差不多。你知不知道家里收到你阵亡的消息，你爹当场就倒下了。你知不知道这几个月娘是怎么过来的？娘，对不住。难怪我会觉得熟悉，原来他就是谢远山。我就知道二哥不会死，二哥。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老二，你瘦了。远山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官府明明说你……聊城那一战，叛军突袭，我受了点伤，之后被汉军带走治伤。伤好之后，将军下令让我隐藏身份，留在汉军，这样可以瞒过叛军，让他们以为聊城守城的人都死了，所以我才没有让您知道。你伤哪儿了？娘看看。都好了，娘，没有大碍。还说没有，脸上这疤哪里来的？传回来都是死讯了，当时伤得多重啊！娘，真的没事。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，等攻下聊城，我就可以回家了。在死人堆里活下来，又哪里是那么轻松的事？只怕是当时重伤到差点没命，但他只字未提。你不在的这段日子，家里都是你媳妇儿撑起来的。我知道，她一个女人进山打野猪，和崇山一起下地干活，一个人去镇上做买卖。虽说刚进门那会儿，她脾气是有些急，但后来就都好了。爹，等打完仗回来，我会对她好的。好不容易回来的，今晚就睡这儿，明儿再回吧。好的，娘。儿子，娘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谢远山，抱歉，吵到你了。这原本就是你的房间，这么晚了就在这睡吧。客气什么？这床后来换的，再多躺个子书都没问题。妖人同榻而眠，还是亡夫。陆雪，你可真出息啊！脑子在末世扔了吗？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早点睡。你也是。聊城那边探子来报，叛军集结了3万人马，准备攻打青州。将军急令，命你即刻归营。粮草呢？就是粮草出了问题，户部拨的粮迟迟不到。我们从镇上收的那些粮草，最多撑1个月。将军的意思是，要么打，要么撤。不能撤，我们若是撤了，叛军长驱直入，后面几个州守都保不住。嫂子，要走了是不是？营中有急事。粮草的事，我来帮你想办法。若是朝廷将这些全拨下来了，你们也不至于四处征集。你打好你的仗就行，我们一家人都在等你回来。好，等我回来。李正叔，这些是村民欠的账，您帮我收着。另外，我想请您帮忙在村里收粮和邻村收粮，有多少收多少，价格比镇上高3文。陆娘子，这是新做的几样，给陈老爷尝尝鲜。上次陈老爷说喜欢吃兔肉，我琢磨了几个新口味，另外还想请陈老爷帮个忙。陆娘子，你要多少粮？我府上库房有的是，你尽管拉。多谢陈老爷，往后我有什么新菜色，我一定第一个让您尝的。好说好说。300担的粮食，加上一些药材，还有盐。你说的肉干我也让人备了，你看这些够不够？够了，王掌柜，这次算我欠你人情。客气什么？你那几个兔肉的菜可让我赚了不少钱。现在我们悠然居是兴旺镇第1大酒楼了，这可多亏了你。水灾都过去了，他怎么还往这藏这么多粮食，还偷偷摸摸的？前阵子天不亮，有个男的从他屋里出来，骑快马走的，
那身形怎么看怎么眼熟，那男的是谢远山。死讯都传村里了，人却还活着。好啊，做逃兵，偷偷囤这么多粮，还私藏逃兵，谢家这是要造反啊！这回我看你们怎么横！谢家后头过去那2间空屋，你们知道吧？陆雪在里头堆满了粮食，而且谢远山根本就没死。前阵子天不亮从他屋里出来，我亲眼看见的。确定没看错？我2只眼睛看得真的，就是谢远山，他可是官府文书上死了的人，现在活着回来还不报官，这不是逃兵是什么？我就说陆雪一个女人家哪来那么大本事，原来是在背后搞鬼。爹，张二婶说的若都是真的，那谢家可就犯了大罪。私藏逃兵是杀头的罪，囤积粮草意图不明，这要是往大了说，就是通敌叛国。子山啊，这事儿说怎么办？依我看，不能直接去谢家闹，得报官，让衙门的人去查，到时候人赃俱获，他们百口莫辩。对，报官，我给你们作证。行，四山，你在县学里有同窗，路子熟，明天你带路，我们一起去衙门递状子。一位官爷，有什么事儿？有人举报你们谢家私藏逃兵，囤积粮草，意图不轨。本官奉命搜查，识相的让开。私藏逃兵，这从何说起？装什么装？你家老二根本就没死，还有你家后院柴房全是粮食，你们这是要造反！谢远山没死啊！要是真私藏逃兵，那可是大罪啊！早就觉得谢家不对劲儿，一个寡妇哪来那么多钱？行了，别废话，搜。那边粮食都藏在那里。就是这儿，粮食全在这儿，满满当当的。粮食呢？不可能，我明明看见了，昨天夜里还有的，一袋一袋的堆到这儿这么高。怎么回事？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。我们需要搜查堂屋和灶间，随便搜。师爷，灶间内米缸是满的，但没看到别的地方藏了粮食。这不可能！我昨天夜里明明看得很清楚，他一定是把粮食藏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张二婶，你大半夜不在家睡觉，跑我家后院干什么？师爷，上次发大水，他就在山上偷我家的粮食，被发现了，李正关了他好几天。结果才刚出来没多久，就想着要报复谢家了。我没有，那次是误会。那他看到谢远山从谢家离开一事是事实，逃兵可是死罪。他一个存心报复我们谢家的人，什么样的谎扯不出来？亏你还自诩念过书，明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。你，师爷，我能作证，这几位报案的人的确和谢家有旧怨，怀恨在心也是有的。你们报假案，诬陷良民，按律当法。师爷，这不关我的事儿啊，是张二婶来找我的，她说看见粮食和逃兵。没错，都是他。够了，人都带回去，按律处置。是呀，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说这真是……爹，娘，你们不用送了。小雪，你真要一个人去？爹，这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您放心，我会安全把东西给远山送到的。娘，大哥，你们在家照顾好大嫂和孩子，养好兔子，看好铺子，等我回来。叛军把青州城包围了，汉军被困在里面出不来。那为啥不连城门一起关了？谁知道呢？现在只进不出，要不是我娘在里面，我才不回去。把竹筐拿下来检查。
去青州城干什么？身体不舒服，配药。身上什么值钱的都没有。走走走。谢谢。我看统领就是疑心太重，怎么可能会有人来援助那帮汉军？要真有，当初他们也不会丢了聊城。这仗打的粮草都凑不齐，简直不费我们吹灰之力。还有那么多士兵受伤，我看用不着半个月，他们就得降了。这帮狗娘养的，不攻不撤，还让百姓只进不出，就围着，是想耗死我们。百户，粮仓见底了，最多撑不过10日。弟兄们连刀都快拿不动了，还打什么打？老大说了，再撑几天，粮草会有的。您这话说了好几遍了，可粮草在哪儿呢？不能再等了，再等下去，不用叛军打，我们自己就垮了。副卫，营门外有人找您。谁？一个村妇，还带着一条脏兮兮的狗，守卫不让进。他说认识您，还说让您赶紧出去接他，不然他就把您的丑事昭告整个青州城。外面全是叛军的岗哨，你怎么进来的？走进来的，他们拦我一个穷鬼干什么？这里乱得很，你来做什么？进去说，找个没人的营帐。入夜我就想办法送你出城，这里太危险了。你别站那边，靠边。你怎么做到的？我答应过你，粮草的事我来想办法。这不是想办法的事，这么多粮食，你一个人，这些东西是怎么凭空出现的？陆雪，你到底……我不是原来的陆雪，相信你猜到了，娘也早知道了。既然你心里有数，那眼下你需要做的是把这些粮草分下去，把伤员治好，把城中百姓稳住，青州不能丢。爹娘、大哥大嫂、青山还有子舒都在等你回去。你说的没错，陆雪。等我打完仗，你慢慢说，我慢慢听。传令官，把各营百户都叫来。得令。仙女姐姐？什么仙女姐姐？叫嫂子，这是咱老大的媳妇儿。嫂子，嫂子，您这一来，粮也有了，药也有了，咱们这仗有盼头了。可不是嘛，之前饿得刀都拿不动，现在有粮了，老子能打3个。有粮了就好好养伤，伤好了才能打仗。嫂子，你放心吧，咱们跟着老大，保管把叛军打得满地找牙。叛军围着青州城，北门布防最保，他们笃定我们粮尽援绝，不敢出城。我们偏要从北门打出去。老大，您的意思是夜袭？夜袭分3路。杨蒙，你带300人从北门正面出击，声势要大，把叛军的注意力全吸引过来。是。第2路从西门绕出去，走这条山道，天亮前埋伏在北门外3里处的树林里，等叛军主力被杨蒙引过去，你们从侧翼杀出。末将领令。第3路我带，趁着正面和侧翼交战，直插叛军大营，烧了他们的粮草。这一仗必须速战速决。是。各自的兵半个时辰内集合完毕，丑时3刻，北门点火为号。都听明白了？明白。弟兄们都准备好了，点火。弟兄们，跟我冲！叛军出城了，快集合！
来啊！不是要耗死我们吗？爷爷今天送你们上路。上！又埋伏我们中计了！直取中军，烧粮草！粮草烧了，将军死了，快跑！老大，叛军退了，全退了。追，一鼓作气，夺回辽州。老大，是将军，将军带援军来了。辽城，我们夺回来了。末将幸不辱命，夺回辽城。这一仗，你打得漂亮。末将不敢居功，将士们用命，还有粮草跟得上，才能打这一仗。粮草的事我已经听说了，你那个媳妇儿不简单啊！朝廷的嘉奖不日即到，省指挥使的文书我已经替你递上去了。还有，你在阵亡名单上挂了这么久，也该活过来了。怎么，不想回家？想，末将想回家。那就回去吧，家里人都等着你呢。谢家老二这回大出息了，不仅没死，还立了大功。我们平安村要出将军了！二哥怎么还没到啊？当家的终于回来了。咱们家都是你当家做主，以前是，以后也是。